大家好，今天呢，我刚刚收到这个360相机换了前面的镜头，还有一些其他的破损的地方，等了差不多个把礼拜才送还给我。现在呢，我就在村里骑行一下，看看拍摄的效果，还有就是连接麦克风它会不会脱线。大概就主要是两个问题来测试一下。刚刚我在装这个360支架的时候就发现它跟我家里另外一台它那个螺丝孔好像不是完全的能够对齐，所以呢，我看看到时候还得要垫一个什么垫圈才行啊，否则的话呢，它就歪在一边了。虽然说这是360的一个角度拍摄全景相机，就稍微的偏一点应该也无妨吧。这也是我今天测试的内容之一。其实我最近一直也在关注一些新的型号，比方说这个 Insta360相机呢已经出到了 X5， 我这个是 X3 了，也有新的两个型号。而且这个 Insta 公司呢第一次的推出了一个无线的蓝牙麦克风，应该叫 Insta Air，这样的一个麦克风呢，大概卖个200-300块钱吧。那我原本以为呢，它就可以对应所有型号的 Insta360相机，后来发现其实并不是，它只是对应它的新出的 X5 这个款式。也就是说呢，你 X5 里面应该是有这种接收的功能的吧。也就是说，不需要在外面再加一个装置，你就可以连上它配的一个蓝牙麦克风。那么这个蓝牙麦克风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在一定距离之内保持收音的清晰，那你这个录音的质量就会变好。因为我觉得这个360相机其他方面都还可以，唯独呢，它必须要在外面配一个接收的装置，才可以连上无线麦克风。这个是它的一个最大的败笔或者是它一直需要提高改善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街上骑行，虽然也根据一些网友的介绍选了几款的蓝牙麦克风包括苹果出的耳机，它也是可以用的，但是效果真的都很差，杂音很大，可能它那个声音的这个频率没有处理好。还有呢，就是它没有办法增加一些距离，大概你要是超过1点几米的话呢，声音就会听不清。那你如果在有风的情况底下，那更是差得非常之远了。所以这些呢，都是这些产品在不断的开发更新的过程当中它需要去做一些改进但是呢，也有一种情况就是，其实它这些技术它早就掌握了，但是它不会呢一次性推出，而是通过不断的更新迭代，让大家能够紧随着它这个产品。那到了最后呢，大概就可以满足大家的一些需要总之呢，就是这些产品都没有真正完善的时候，它都是慢慢的迭代就你如果要跟着它的话呢，那你就会不断的掏腰包，花钱去购买它更新以后的产品当然这个有时候也是没有办法。
但前段时间呢，我们看到大疆啊也出了一个360相机。这个大疆的360相机呢，做的稍微方正一点啊，重量呢应该跟 Insta360的相机差不了太多。但它有个好处呢，就是推出的第一代啊，它就可以连上大疆自己的麦克风，在一定的距离之内呢，就能够确保有个比较好的录音的效果啊。我觉得这应该算是良心产品，同时呢，也会对这个 Insta360这个公司啊产生很大的竞争啊。我觉得我们有时候也都要看一看啊，它这个具体效果到底如何？是不是说某一天我们就不再更新 Insta360了，而是直接转到购买大疆的360相机啊？这个我们暂时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观察。但是作为我们一般的骑行者，普通人的需要的话呢，其实真的没有必要去更新或者追最新的型号，就像我们用手机一样的，并不是每年都要去更新手机。一般的一个产品啊，用个3年，甚至如果说功能能接受的话呢，用个5年也是没问题的。所以为了这些附属的东西可以互换啊，所以我是拥有或者说一直用的是360X3的相机，家里呢有3台啊，那现在又修好了1台，也就是说呢，确保有2台是可以正常使用的话，我觉得也就够了。而且他们的这些附属的东西可以互换啊，比方说他们的电池可以互换，那些拍摄的卡、支架等等都是可以互换的，这也省了不少钱啊。我使用了最起码有1-2年的这个360相机啊，那最大的体会呢，就是它就是一个傻瓜相机。你其实更多的功夫呢，应该是在它剪辑的过程当中啊。就比方说，你要在剪辑的过程当中去调整角度啊、放大，大概就是主要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你要去掌握一定的技术。我觉得可能比技术更重要的是你要有相当的耐心啊。但是这个相机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如果不小心单车倒了、摔了，那肯定100%的镜头就会受损。那你就去非常专业的维修人员那边才可能可以更换这些凸起的镜头。那就像这个相机就是这样了，就是因为碎了前面那个镜头就无法使用了。那现在修好了以后呢，今天就是来试一试看看能不能正常的使用了。应该说啊，这个电子产品这些拍摄的器材等等发展的还是非常的快的。你想一些年以前大家追求的这种品质的相机呢，还是单反，要不就是出了很多代啊都没有太多改善的 GoPro 相机。那你只能在特定的使用环境底下，比方说你在拍这些 vlog 的时候呢，你可能要对准自己或者是景物，但是你如果又要拍前面又要拍后面，那几乎是不可能。但是自从有了360相机呢，你可以随便的拍呀，而且它基本上来讲，你不用去关注
它这个镜头对着哪里，只要在剪辑编辑的时候能够去把这些图像转到你需要的那个角度就可以了啊。所以这个呢应该是一个蛮大的进步吧。尤其呢是现在的360相机还是比较小巧吧，拿在手上呢应该跟手机差不多重吧，架在一个支架上面呢，根据我用了那么多年，用了那么长时间，就感觉它还是撑得住。如果不是骑行当中出现的这个翻车事故的话，就理论上来讲还是比较的安全的。当然了，你也要经常去关注一下这个支架是不是拧紧的，就这些螺丝是不是拧紧的，是不是固定的比较完善，否则的话呢也是分分钟有可能会出现问题的。因为以前呢我就曾经出现过这个支架因为可能金属的疲劳折断了，那自然这个相机就摔地上了。这也是有一台相机就是因为这样才损坏的。我的右侧呢，祈福的卫生中心啊，其实就是千叶的家庭医生诊所，搬到了怡福湾这边啊。到了这边以后呢，就方便村民们啊，就不用跑到外面去，他就可以去就诊、检查、拿药什么的。所以现在我看这个利用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最近几天呢，还是天渐渐变转凉了。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刮北风。就这几天，天天这个风都比较大，尤其是北方吹来的风呢，也把冷空气都带到了岭南，就跨过北面的那些山区啊，风如果吹到了南面的话呢，就会有些降温。但整体来讲呢，跟北方还是不可同日而语啊。就这边再怎么降温呢，在目前这个季节还是不会去到0度的，也就是在10多度打转。到了中午出太阳的时候呢，还是会去到20来度。所以在这个时候骑行呢，我觉得还是比较舒服。唯一的问题呢，就是你要顶着风来骑。还有一个呢，就是对你的这个蓝牙小麦克风是个考验，因为有风的情况底下，这个说话声音会被风吃掉，就没有办法呈现比较清晰的说话的声音。再加上这种能够使用的无线麦克风啊，种类有限啊，品质呢也确实不是很高。或者说这个360相机在设计的过程当中，它还有很多在收音方面需要改善的地方。有时候说话不清楚或者听不清，那我觉得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暂时就先这样了，等到以后有机会升级产品的时候啊，比方说就像今天说到的大疆的360的产品，它直接配套大疆迷你麦克风的话，就会用起来更得心应手吧。就留着一些念想，到时候再说了。
白天的村内的起伏湖畔非常的安静，虽然也停了不少车，但我相信这些车呢都是村内的居民停放在这里。现在很多人都不是开车去上下班了，很多人还是愿意搭地铁，这样会经济很多，而且也免受路上堵车的烦恼。我已经在祈福村内骑行了，应该有个20来分钟了吧。现在呢，我准备骑到商业街去，跟我在南蔡的家人去会合了。现在我已经骑过了29分钟了，现在从名都这边的出口出去了，前面呢就是祈福名都的商业街了。我要到商业街的超市里面去找我的家人，跟他们会合，然后我们再去那里逛逛啊。现在很多人都应该去上班了，所以在村里的年轻人应该并不很多，留下来的都是一些退休人员等等吧。这个就是屋村这种生活的状态。白天呢，就是如果有子女的这些上了年纪人呢，就出来采购，安排生活一日三餐，回家呢就煮饭，当然还有带小孩子的任务啊。但不管怎么说呢，在白天呢，大家还是过得比较悠闲的日子。等到下班以后，他们的子女回来了以后呢，就可以一起吃饭，大家可以一家乐融融的，这就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写照。好了，我现在已经到对面的祈福名都商业街了，那我们改日再跟大家交流。谢谢大家的陪伴，谢谢观赏，拜拜。